这里是瓜地马拉的阿提特兰湖，一座藏着10几个玛雅村庄的湖泊。幸好我们有早起，才可以看到这么清澈的湖景。一座被火山包围的中美洲最美古城。火山景的麦当劳，这间就是传说中最美的星巴克。这次我们来到中美洲的瓜地马拉，一起看看这个充满玛雅文化的国家。刚结束疯狂又冒险的多明尼加之旅之后，我们从多明尼加坐3个半小时的飞机到了瓜地马拉。搭上飞机前往瓜地马拉的那一刻，我都还在纠结，到底要不要跟很多旅客一样搭接驳车，还是应该要自驾？因为网上对这里的交通评价很两极，而且瓜地马拉的治安似乎有点，所以一直让我很犹豫，到底该不该自驾。我们要前往安提瓜。从市区开过去要1个小时。没错，最后我还是决定自驾了。其实实际上开起来没有想象中的糟糕，至少瓜地马拉是比我预期中的还有规划，而且其实交通还蛮不错的。进入老城区，开始石板路了。我们住在老城区，蛮里面的。这一次住的 Airbnb 是独栋的，这间房间有单人床和双人床各1张，然后从客厅上来之后上一个2楼，这一间是2张单人床，然后里面还有1张双人床，然后有一个浴室，然后这有一个小小的 dining room， 而且还是半露天的那一种。哇哦，这个教堂超白的。教堂的右侧就是一个火山，这个火山叫做水火山，好高好壮观哦。安提瓜真的有一种像库斯科的感觉，就是很 chill 的氛围。我们在安提瓜随意的走一走，就不小心走到安提瓜最著名的地标之一。我第一次听到安提瓜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是看到这个景，很多当地人都在这里卖东西。很多人都说安提瓜是中美洲最漂亮的小镇。很多的观光客就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，逛这边完全不需要汽车，就是徒步的方式就可以把整个小镇逛完，逛起来很轻松很简单。找了一间简餐店，这个装潢超漂亮，就还蛮有那种中美洲小镇风情的感觉，有一个很漂亮的庭院。这边的咖啡厅都是盖在这种很复古的小房子里面，就很有氛围，看起来很好吃哎，酱料很赞，就有种轻食感。我点了一个汤饭，鸡肉泡饭的感觉，超适合台湾味。来吃吃看它的披萨，他们这也是现烤的，后面有一个大炉子。哇哦，这边有一个教堂，好古老哦。这几个房子都好有特色，都有点稍微的不一样。发现这边的特色小房子里面其实都装潢得很现代，要不是 hotel， 要不就是一些咖啡店，或者是很特色的餐厅。里面的小店都好精致哦。我发现说这里都有人行步道，就是行人友善，走起来很舒服。
Buenos dias， 今天是我们在安提瓜的第2天。现在早上这个火山看起来超明显。我们准备去他们很当地的一个中央市场哦，这帽子可以顶好高，好强哦！早上8点，这个中央公园就这么多人了。刚刚询问了一下，可不可以拍照？他说帮我拍帅一次。这里就是安提瓜的中央市场，什么店都有。这有一种台湾传统市场的感觉，然后它有室内。主妇的最爱逛传统市场，真的，他们的鸡看起来都很好吃哎，这让我想到竹东的传统市场。纯手工的。那么可爱啊！这么亲人。因为它有带捕小。这么小。这条路上好多嘟嘟车哦。安提瓜有一个麦当劳，也是公认最美麦当劳之一。然后找了好久，原来就是这一栋黄黄的，不是很明显。我们来看看最美麦当劳长怎么样。很大间。哦，这边很漂亮，一个大庭院。然后就是这一个景啦，火山景的麦当劳。发现瓜地马拉还蛮多美国这些连锁快餐店 ，Taco Bell 啊、Wendy's， 还有 Subway， 这边都有哎。这间就是传说中最美的星巴克。安提瓜这一间星巴克是拉丁美洲的第1500间。Cordado. Yes. 这个 empanada 不太一样，还蛮多料的。它是一个 cheese 跟番茄的感觉，还蛮好吃的。总共点了4杯咖啡，加2个点心，是150。又路过一个遗迹，还蛮漂亮的。刚才查了一下，这个是建于17世纪的一个学院。然后1773年的时候，这边发生一个很大的地震，所以被摧毁了。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地震之后呢，西班牙殖民政府就决定把首都搬走，就搬到瓜地马拉市。我们现在来吃一间瓜地马拉很传统的料理店，它就是有各式的炖菜啊、酱汁，还有配料。White beans with pork. The beans three meats: chicken, beef, and pork. 选2个配菜 ，guacamole。这间是吃完再付，点完之后他会给你送到餐桌上。他还附赠了一个酿甜椒，感觉是酿这个哈拉佩纽。它肉都炖得很烂，很入味。它牛肉这个基底是番茄口味的，味道不错，就是牛肉会有点柴，它是牛肉丝。还有附赠 tortillas。它的马铃薯沙拉腌得很好吃。刚刚吃的其中一碗鸡肉的那个炖汤是他们的瓜地马拉国菜，还蛮好吃的，就是不太清楚它里面的香料到底是什么而已。
走在安提瓜的路上，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遗迹、一些教堂和修道院。我们想来参观一个这边安提瓜的主教堂遗址。在安提瓜是鼎盛时期的时候，这个教堂呢是在中美洲都有很高地位的一个大教堂。这边是一个人20块 Gasolis， 以前这些圆顶都在的时候长这样。因为地震过后，现在只剩下主体、石柱和拱门，这些圆顶都没了。但是能想象，从前在鼎盛时期，安提瓜真的是中美洲的重镇，甚至有些地方看起来很像古罗马遗迹。很厉害是，大部分的遗迹正面都没有坏掉，就是只有里面破损。安提瓜的中央公园一直都这么热闹，这么多人。这个是一个以前的公共洗衣池广场。从前这里还没有自来水的时候，就是在这边洗衣服的。哦，妈，这是洗衣服的啊，一人一个洗衣服的啊。我不知道怎么哦。你觉得这是放肥皂是吗？还是捞水进来？哦，对，捞水这边有洞，嗯，然后那脏水就出去了。在那边出。耶！洗衣广场对面有一个我一直很想来的，叫做 Convento Santa Clara 的一个修道院，这个也是一个遗址。这个修道院，我在网络上看说，很多人会在这边举办婚礼。这里原本是18世纪的一个天主教女子修道院，然后也是因为经过好几次的大地震，然后变成这样子了。里面是修女的房间，但这已经算是在安提瓜比较完整的庭院和回廊，而且中间有一个圆形的喷泉。2楼哎，2楼可以看到整个修道院。哦，好幸运啊！他们准备要 ceremony， 在一个废墟风的修道院办婚礼，还蛮浪漫的。参观了几个安提瓜的景点之后呢，感触就是说，这边跟很多欧洲的古城感觉很不一样。这边不是在保留完整，而是保留被地震摧毁的这个模样。真的需要来碗热汤。我在网上查到这个是专门喝汤的地方，这是一间小小的店，汤超大一碗。这边很多餐厅都没有冷气。我们点了一个洛神花茶跟一个 horchata。horchata 好像说是在西班牙必喝，好像是一种米做的，看起来很像牛奶的东西，但是它完全不含乳制品，就是一个肉桂味蛮重的一个饮料，然后感觉米感蛮重的。我们点了一个，这是牛排，然后点一碗鸡汤。还有一个牛腿汤，挤上柠檬。哦，它里面很多饭，然后料很满，一端上来就超香了。刚开始吃的时候都蛮好吃的，但是吃到后面就是还真的蛮咸的。我们现在要前往2个半小时的 Lake Atitlan， 在那边住3天，要跟安提瓜的石板路说再见。其实这边的山路柏油路铺的还可以，没有那么难开。其实
这段开的还蛮累的，休息一下下。路况都还可以，只是从安提瓜出来之后的那一大段还蛮多大卡车的，然后非常的弯绕，后面就是会经过一些小村庄，它有那种减速带，就是要慢慢的开，油门跟刹车要一直换，所以脚有点酸痛。哇，还好是台 SUV， 这个小车真的弄不了哎。对啊。终于到了，这里是 Lake Atitlan， 这个湖是日月潭的16倍大，被3个火山包围。第一眼的时候觉得这个很像海，而不像湖，有点可惜说今天天气不太好。但我们这次会住在这边3天，希望至少有一天给我们一个好天气吧。瓜地马拉的旅游旺季是干季，11月至隔年的4月，那几乎不下雨。所以现在刚好遇到淡季。对，虽然没什么人，但是感觉还蛮 chill 的，就是一个很安静的湖边小镇的感觉。这条街就很像夜市，有餐厅啊，然后有卖皮具、卖衣服，还有一些手工艺品。表弟刚才讲说，这边看起来很像垦丁大街，挺热闹的。今天晚餐想说吃一下，有一间炸鸡店。这个炸鸡店在路上常常看到，叫做 Polo Campero。然后我看了它的 logo， 我觉得非常非常眼熟。然后我上网一查，原来美国其实有分店，在洛杉矶啊、旧金山其实都有分店。说这个品牌是瓜地马拉的国民炸鸡。这边看起来比较像餐厅，没有那么像素食店。还有人带位。我是不知道美国的 menu 长怎样，但是这边选择非常的多，甚至有披萨。Gracias， 点了一个薄皮的炸鸡，还有另外一个是这种比较脆皮的。我发现他们好像挺喜欢吃炸鸡的，就是路上他们也有那种路边摊的炸鸡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蛮好吃的。它的皮比较偏咸一点。这个炸鸡呢？吃到后面就是发现鸡胸肉跟上腿肉的地方炸得比较干一点点，没有那么 juicy。Buenos dias， 今天是我们在 Lake Atitlan 的第2天。昨天呢，我们刚到的时候，其实天气不是太好，所以我们很早就休息。然后今天一大早就起来，我们想说早点起，看看能不能遇到清澈的湖景。如果是大山景，应该是长这样子的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是住在 Panahache 这个城镇，然后再搭船去其他的小村庄，好像还是雾蒙蒙的。今天看得到一些了。你要什么？你要帮忙回收吗？这边有回收区。火山好像越看越清楚了哈。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。2 hours, 1 hour and a half. San Juan, you stay 2 hours. The time, no problem. Okay. I wait for you. You go public 1 hour and a half. My boat is 25 minutes because you have more time in each place. How much is it? Porque you go public. 刚才激烈讨论完之后呢，我们最后决定租一台自己的小船。我们会去到3个主要的村庄，这个私人的船比较快，就我们自己4个人一艘。Thank you. You go San Juan, San Pedro, Okay. Santiago, Panache. OK, All right? good. 我们租这一艘船是175美金。Vamos! 阿提特兰湖不只是瓜地马拉最著名的景点，也是很多人心目中最美的湖泊之一。终于放晴一点点了，幸好我们有早起，才可以看到这么清澈的湖景。这个湖水好蓝哦。我们好像快到了。哇，这边好安静哦。
我觉得一定要来的原因是湖边分布着10几个玛雅村庄，而且他们直到现在都还保留着各自的传统文化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会用搭船游湖的方式来走访其中3个比较有名的村庄。他们布置的都蛮漂亮的，神户岸还蛮有艺术气息的，到处都是这种很彩的颜色。这个雨伞一条街是我目前看到最长的一条，很多壁画。OK， go ahead。我们叫了一辆嘟嘟车。这个应该是会绕完整个乡镇。对啊，是，这还不错啊。天气热，坐这个嘟嘟车很方便。当地人也坐嘟嘟车代步。嘟嘟车的司机带我们去看一个染布工厂，比较当地的，然后没有那么多观光客。所以他们也是用纯天然的染料，跟秘鲁很像。这一条围巾手工制作的话，它一天做4个小时的话，要做7天才做得出来。这间织布工厂还蛮好的，就是完全不强迫推销，它的 tour 也是免费的。Manchester. Welcome to San Juan de Laguna y Manchester. Come. 坐嘟嘟车回去。拜拜。单趟10 Quetzales， 来回的话是20 Quetzales 一个人。OK， 我们现在准备离开 San Juan， 准备去下一个景点。OK， 现在准备出发去 San Pedro。骑到这里都还算浅，还看得到底。很近，一下就到了，大概5分钟左右就到了。我们现在来到 San Pedro， 这条应该是 San Pedro 的主街。真的，这边有足球俱乐部。Thank you。现榨的橘子汁，大杯的是1杯15 Quetzales。很甜呢。很甜。很甜。这间餐厅超赞，有美景，又有很好吃的日料，很家常的日料店。虽然淡淡的，但是呢味道很好，而且这个价钱非常的好，每碗大概是40 Quetzales。这间餐厅大推，很好吃，然后呢价钱也很好，然后旁边也有漂亮的美景。San Pedro 还蛮多湖景餐厅的，然后其实蛮多那种年轻的观光客。这边有教人家一些手工艺品的制作啊，我看还蛮多课程可以学的，是要清澈。离开这2个村庄之后，感觉其他地方都比较当地一点，感觉比较居民区，没有那么旅游城市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到了 Santiago， 看起来又是一个传统市场。
圣地亚哥这个村庄跟前2个村庄很不一样，这边像是玛雅部落的感觉，大家都穿着玛雅的衣服。这间咖啡店真的很不错，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做咖啡。我刚刚看他们做 espresso， 咖啡豆都有称重，出叶出多少都有称重。然后他们的咖啡豆属于那种果香蛮重的。这间咖啡店真的很不错，他们很认真在做咖啡。在瓜地马拉这几天喝的咖啡真的都很不错，而且价钱都蛮好的。回到帕纳哈切了。Thank you, sir. 这一趟行程是从早上8点玩到下午快4点。这次的游湖之旅真的蛮精彩的，我们走了3个城镇，这3个城镇各自有各自的特色，体验了蛮多风土民情的。我觉得在这边大家都算是还蛮淳朴的。Buenos dias， 大家早安。今天我穿上当地的服饰，要去逛他们的早市。这个市集是瓜地马拉最大的市集，也算是中美洲最有名的玛雅市集 Chichicastenango。然后周4和周日是大市集日，所以这2天会是最多人的。那我们今天刚好是周4。这次呢就不开车过去了，我这次在当地找了一个旅行团，跟团一起出发。终于到了，这一路还蛮 tough 的，有点小晕车。这个行程是大概是4个小时，超级热闹。这里感觉是一个传统市场，卖生鲜的，这超级 local 啊，好酷哦！哎，我发现这个是一个篮球场。市场看起来超有朝气，刺绣的图，这些图腾就是按照它的方式去刺绣。这间都是当地人在买哦。这边是一间一间的那种小店，这市场很大很大哎。耳机不能带回去养。我们到了 St. Thomas 教堂，这个教堂是他们的信仰中心。这是一个天主教教堂，混合了他们当地的玛雅信仰。刚刚参观了一下里面，这个教堂跟其他我们参观的教堂不太一样，这边更多玛雅的传统仪式，感觉大家都特别的虔诚，里面很安静，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，然后大家就是低声的去祷告啊，然后点上很多蜡烛，还有铺满花瓣，但是里面没有办法拍摄。St. Thomas 正对面有另外一个教堂，这个教堂就很安静。从刚刚的小教堂旁边一条路往下走，就有一个我们来奇奇市场一定要参观的一个地方。这是一个很有玛雅特色的墓地，路上看得到当地人准备去祭祀，一车一车的人。这整个山坡看起来就很 colorful。
这座有名的彩色墓园和我们印象中的墓地很不一样。鲜艳的色彩、祭拜的鲜花和蜡烛，让这里少了一点悲伤，多了一点对生命的纪念。而且听说每一种颜色都有不同的象征，所以也让这个山头看起来格外的特别。我们在这里附近找到一间餐厅，吃他们当地的食物，烤鸡套餐，还有一个是烤牛肉套餐。然后我点了一碗鸡汤，他们都会附赠 tortillas， 放点柠檬进去。它这几个蔬菜都熬得很烂，就很入味，吃起来很素，但是呢，味道很好，很新鲜的感觉。鸡腿。放山鸡的感觉，真的很好吃。下面好多饭。我发现，在瓜地马拉，连这种山区的城市，都很多人在穿球衣耶，感觉他们的足球文化也蛮盛行的。真的还蛮适合留一天的时间来这个市集走一走，可以体验到很当地的特色文化。或者是很喜欢手工艺品的人一定要来，这边非常多的手工艺品。虽然今天天气很不好，但是这个观景台如果不看的话，我觉得会很可惜。这边最好的美景应该是要长这样。